依次了解 BMI、体脂、基础代谢率和各种身体基本指数。近来，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三高现象和肥胖症非常关注，尤其是内脏脂肪过多的三高现象，导致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是健康人的35.8倍。为此，现在许多健身中心、医疗机构，甚至人们的家里都配备了体脂仪，以检查身体的基本指标。简介如下：一、身体质量指数 BMI。 身体质量指数BMI 是一个常用的衡量体重和身高关系的指标。 BMI 等于体重公斤，身高平方米。要计算 BMI， 只需将你的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你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这个计算的结果就是你的 BMI。 BMI 值的范围评估如下： BMI 低于 18.5， 体重不足，这可能意味着此人体重不足，需要营养支持以保持良好的健康。 BMI 在 18.5 和 24.9 之间，正常范围。恭喜你，你处于健康的体重范围内，继续遵循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均衡的饮食。 BMI 25到 29.9 超重，这意味着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超重可能增加你患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 BMI 超过30，肥胖，这意味着你的体重明显高于健康范围。肥胖与一些慢性疾病有关，包括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和代谢综合征。然而，应该注意的是， BMI 只是一个指南，并不区分脂肪和肌肉占体重的百分比。例如，对于18岁以下的人、运动员、重量训练者、孕妇或哺乳期妇女、体弱或久坐的老人来说， BMI 不是一个健康指标。而肌肉比例高的健身者，即使 BMI 超过30，也不一定是肥胖或不健康的。因此， BMI 只能作为健康评估的一个起点，而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如果你担心自己的体重状况，我们建议你咨询健康专家或健康顾问，他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评估和建议。二、身体脂肪。计算身体脂肪的方法有很多，但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皮褶测量。这种方法通过测量身体特定部位的皮肤褶皱厚度来估计身体脂肪的百分比。通常情况下，这种测量是在手臂、腹部和大腿上进行，可以使用专业工具来测量这些部位的皮肤褶皱，并根据特定的公式计算出身体脂肪的百分比。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生物电阻抗分析 BIA， 这种方法是在身体上施加低强度的电流，根据电流通过的速度和阻抗的变化来计算体脂率。这种方法通常需要专门的设备，如体脂仪或特定的生物电阻抗装置。除了这些传统方法外，现在还有基于图像的方法，如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和磁共振成像 MRI。 这些方法可以提供更准确和详细的体脂数据，但通常需要专门的设备和医疗检查。但一般人如何在家里进行简易自我测量？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 WHO 标准体重计算方法是基于以下公式的：男性身高厘米负80乘以 70% 等于标准体重，女性身高厘米负70乘以 60% 等于标准体重。如果范围值在正负 10% 以内，则体重正常；如果范围值在 10% 至 20% 之间，则体重过重或过轻；如果范围值高于正负 20%， 则体重肥胖或体重不足。人体脂肪与体重的比例，正常人的身体约有1/4是由皮下和内脏脂肪组成的，它能保持内脏器官的稳定并保护它们。一般来说，成年男性的体脂率达到或超过 25%， 成年女性的体脂率达到或超过 30% 就被认为是肥胖。男性的体脂率达到 15%到25%， 女性的体脂率达到 20%到30%是正常的。具体数据取决于年龄，老年人的体脂率通常比较高，有些人感觉有点超重，尽管他们的体重在标准范围内，这意味着他们的身体脂肪太高了。此外，有些人不了解血脂水平和体脂百分比之间的区别。血脂水平是指血液中甘油三酯的含量，只能通过验血来报告。三、关于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是指位于腹部周围内脏器官周围的脂肪堆积，
以下是常见的内脏脂肪测量方法。腰围测量法，使用软尺或测量带测量腰围，将测量带水平地围绕腹部，在脐部的水平位置测量，不要过紧或过松。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0厘米被认为是潜在的内脏脂肪积聚。腹部 CT 扫描，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是一种精确测量内脏脂肪的方法，通过使用 X 射线来创建详细的腹部图像，医生可以量化内脏脂肪的分布和数量。腹部 MRI 扫描，腹部磁共振成像 MRI 可以提供内脏脂肪的详细图像，它可以帮助医生准确测量内脏脂肪的体积和分布。生物阻抗分析法，生物阻抗分析 B 是一种通过测量电流在人体内的传导速度来估算身体组成的方法。某些 B 设备可以估计内脏脂肪水平。腹部超声波，腹部超声波检查可以用来评估内脏脂肪的水平。医生会在腹部涂抹凝胶，然后使用超声波探头在腹部进行扫描。这些方法中，腰围测量是最简单和常用的方法，而 CT 和 MRI 是最准确的测量内脏脂肪的方法。身体脂肪分为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围绕着腹腔和胃肠道，负责保护、支持和固定内部器官。内脏脂肪过多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有关。内脏脂肪的正常值为男性4到6，女性2到4。10到14为肥胖，可能表明有脂肪肝，而15或更多是危险的，需要及早减肥和就医。4. 基础代谢率 BMR Basal Metabolic Rate， 基础代谢率 Basal Metabolic Rate， 简称 BMR 是指在静息状态下维持基本生理功能所需的能量消耗量。以下是一些与基础代谢率相关的信息。定义：基础代谢率是指一个人在完全静息、空腹、适宜温度下维持基本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消耗，它包括了维持心跳、呼吸、体温和细胞代谢等基本功能所需的能量。影响因素：基础代谢率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性别、身体组成、体重、身高和遗传等因素。一般来说，男性的基础代谢率比女性高，年轻人的基础代谢率比老年人高。身体组成中肌肉比例高的人基础代谢率相对较高。测量方法：测量基础代谢率的常用方法包括间接测量和直接测量。间接测量方法包括哈里斯班尼迪克方程和米弗林斯道尔方程等，通过考虑个体的性别、年龄、体重和身高等因素，估算出基础代谢率。直接测量方法包括呼吸代谢测定和热量式测定等，通过测量呼气气体中的氧气消耗和二氧化碳产生量来确定基础代谢率。应用：了解个体的基础代谢率对于管理体重、制定饮食计划和评估能量需求非常重要。如果想要减肥或增重，了解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帮助制定合理的饮食和运动计划，以达到理想的身体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基础代谢率只是个体在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实际的总能量消耗还需考虑到活动水平和消化食物等其他因素。5. 肌肉质量。肌肉会燃烧热量，所以你的肌肉量越多，基础代谢率就越高，你就越不可能增加体重。如果你正在瘦身，失去了肌肉而不是脂肪，你的基础代谢率将更低，你将更容易恢复体重。肌肉质量也与衰老有关，所以肌肉质量低的人更容易衰老。6. 身体内部年龄，也被称为新陈代谢年龄、生理年龄或器官年龄。它通过上述数值估计人体的实际生理年龄，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健康水平，使一些人看起来很年轻但很老，或者很老但很年轻，这与他们的身体年龄有关。